大家好，我是特意乙的潘慕柔，然后我今天要介绍的是临卦。好，首先临卦是地则临，坤为地，兑为泽，它是坤上兑下。然后因为坤是地，然后结果它却在水的上面，就是有地高于泽，泽隆于地的意思，就是比喻说君主亲临天下，上下融洽。然后上卦是坤，坤是顺的意思，下卦兑是愉悦的悦的意思，所以它是有愉悦且顺从，保证愿望可以亨通达成的意思，就是它是一个蛮好的卦。好，首先先看到它的卦辞，临元亨利贞，至于8月有凶，就是说它的卦象是说，就是8月是阳气逐渐增长，就是临卦这个卦本身就是阳气逐渐增长的时候，可是到了8月的时候，阳气就会渐渐的消退，然后阴气往上。所以意味着就是这时候小人得位，然后君子可能会失去了他原本守着的那个道义还有位置。所以就是呼吁我们说不管是你现在是在盛平之势还是在乱世的时候，就应该有所戒备，未雨绸缪，才可以长期处在安定之中。然后临本身有由上往下看的意思，但是它不仅是由上往下，它就是还有着那种应当一切都是由自己向着对方前进，然后所以它引申有管理治理的意思，然后也有盛大的意思。好，首先来看到那个第一个爻辞初九，它是咸临贞吉，它是比喻感化式的治理，刚正且地位正当，真正则吉，就是说它是用人格来感化他的子民，就是以他的那个刚正的位置，还有他的人格来感化。然后他跟92都是皆为大。好，现在来看到92是咸临吉，无不利。咸临就是那个以严格的治理的方式来治理国家。然后咸临又可以称作咸临，这个咸是很苦，那个盐巴那个咸的意思，咸又有苦的意思，所以又叫做苦临，有严苛的治理之意。所以它是以严苛的意象来治理国家，所以是德威并济的意象。然后它与63甘霖是相对的。然后接下来看到63甘霖，无忧虑，既忧之，无咎。甘就是轻松的甘就是味美的意思，有轻松随便的意思，甚至是讨好。所以它这里是指轻松的监临，没有什么利益，就是知道要忧虑就可以免于罪咎，所以它算是乡愿式的监临，没有实际上的功效。然后子曰乡愿得之贼也，所以就是说乡愿是可能很讨人喜欢，可是它就是过于媚流于世，所以是似德非人，就是简称烂好人。对，然后所以这是算是里面最不好的一个爻，就是也是在呼吁说，身为一个上位者，不可以用诱骗的手段来治理他的百姓。好，接下来是64，至临无咎。至有道的意思，就是直接到达地面的意思，所以它是有亲临现场的治理，没有罪咎的意思。然后64处于护体正之上，所以又是坤地之始，至地之象，所以它是最好的一个位置，就是它是一个最理想的治理国家的方式。就是有时候最亲近人民的君王才是一个好的君王，就以风行草原的方式来治理国家，让人民能够效仿他的德性，还有他的一些所作所为。接下来是65，至临大君之夷吉，就是此处是指君王用睿智的方式去治理国家，然后且可以行事合一。那个智就是智慧的智的意思。然后这个65爻又跟92爻相应，所以它是有柔顺且中正的意思，所以是可以广纳谏言与容纳贤才的君王。然后这里我们就是像是雍正或者是所罗门王，都是以智慧来感化国家的好的君王。然后这边的大君还有那个国君、周天子或者是诸侯国国君的意思。好，最后一个是上6爻是敦临吉，无咎。敦临就是敦厚的治理，然后是好的，可是也算是没有罪咎。就只说你居高位，然后你用敦厚、温柔、仁慈，然后以爱的方式去治理国家，就很像是身为一个国家的皇后，她用她一国之母的身份去垂帘听政，然后在幕后辅佐自己的国家。所以上6爻代表的意象就是母爱的意思。但是我们常说物极必反，所以
这个爻并不能算是特别好的，就只能说是没有灾祸的，所以就是称为无咎。好，然后我的结论是，就是不管你是处在哪一个位置的君王，然后就是会有不同的领导人民的艺术。就不管你是才华不够还是决策不够的领导者，你都要学会去贴近群众、亲近下属，以智慧治理国家，更要符合仁义，然后以仁爱之心去对待你的百姓。就像是就是大家以前都有学过，像是儒家所推崇的修己治人，或者是易经的刚柔并济，道家的无为而治，或是墨家的兼爱利人，法家的以法为本，就这些都是各个百家说提出来要怎么治理国家的方式。可是我认为说，一个好的君王应该是具备以上就是上述那些所说的才德，就是只要对待人民是好的，他就是一个好的君王。好，然后最后我要讲一下为什么我每一张图都用到海贼王的那个图片，就是我认为鲁夫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，他会赏识人才，然后不会对他的伙伴有偏见，就像是大家都知道乔巴是那个麋鹿，乔巴是一只怪物，可是鲁夫却还是收他做他的伙伴，就是他会看到这个人好的地方，然后再来是他信任专业，他的伙伴有些是怪胎，可是他相信他们每个都有自己的才能，然后还有就是鲁夫他身为一个领导者，他懂得休戚与共，与他的伙伴们同甘共苦，就你今天是一个上位者，你应该要懂得跟人民同甘共苦，而不是何不食肉糜这样。然后最后一个是鲁夫有一颗宽宏大量的心，就是你身为一个上位者，你应该要对待人民有着包容的心来去治理他们，就可以造成一个盛世。好，我的报告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。那个第二个爻有问题，就是地则领嘛哈，所以这个有义，这个也有义，所以它的这个弦要用老师的解释，就是去改。对啊，所以你这边用那个苦的意思，其实已经蛮后面，而且多一层的转换的解释。因为它这个本来就是好的卦嘛，你看吉无不利多好，对不对？那干嘛用个苦力干什么？那是很错的翻译，因为这个弦再衍生成这个弦，而且简体字的这个弦，然后变成这个繁体字这个弦。那其实这个繁体字这个弦，现在用简体字这个弦，就这个是不必要的。我们就直接就是无心之感，因为它两个就已经对应了。那有这个我们就感离就好了，也就是上下都用诚意诚心来互相来治理或者是监督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这样就不必绕个大圈来再解释。那用个苦灵好像是干嘛？是虐待法。我知道第三爻也有错字。一样。那个甘霖，那个甘霖就是甜。对，不必弄成多一个解释。好，那把那个改一下。